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叔今天的影片。那今天影片，大叔想要跟各位来聊聊什么东西呢？没错，就是鱼探机。相信很多朋友跟大叔一样注意到鱼探机这个东西了。那这个鱼探机基本上呢，大叔今天的影片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不是在于那些鱼探机它本身的功能。今天的影片是大叔呢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鱼探机呢如何跟我们的独木舟来做搭配，以及鱼探机的基本的解说，然后呢让你了解今天你想要买一台鱼探机，你的需求是什么？应该依你的需求去寻找你需要的鱼探机。当然了，所有的各个品牌的鱼探机，它的功能呢，基本上网络上都会有，但是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鱼探机要怎么挑？大叔今天呢会将大叔自己的看法跟各位来分享。OK， 那我们这影片就给大家继续看下去喽。市面上的鱼探机型爸爸款，各种你需要的功能都有。不过，到底要如何挑选呢？大叔认为，必须先了解自身的需求，再来挑选合宜的机型，这样才不会购入后发现与自己想象中的不同哦。无论是专业型的鱼探机，乃至轻松携带的简易型鱼探机，当初在设计上都是有针对功能方向性而去设计的。大部分的机型都是应用在海钓方面，所以如果有出海的需求，则会建议参考专业机型。以下是大叔的建议。如果是装置在专业钓鱼船上面的机型，由于需要跑的位置都是相当远的地方，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会建议找有支援 GPS 并且有路径记录的机种，这样就不用担心在海上迷失方向，可以依照原定的航向回航即可。由于这类型的钓鱼船大部分作钓的地形都是属于人工鱼礁或是废弃的沉船这类型的障碍地形，所以如果有这类的需求，会建议找有支援 3D 扫图功能的机型，可以利用科技技术来了解海底地形的结构及障碍物的环境，以利我们来作钓。如果只是一般作钓，则可利用鱼探机探头的声呐技术来搜寻船底下是否有鱼的讯号。如果有鱼的讯号，声呐则会出现鱼的讯号。鱼体越大，声呐的符号就会越大越深。鱼只数量越多，声呐的符号就会越多越广哦。如果你跟大叔一样看不太懂声呐符号，没关系，我跟你讲，现在新的技术有支援鱼符号哦。什么是鱼符号？看旁边这个就是鱼符号。那这个的话很方便哦。至于鱼符号的介绍呢，大叔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影片，待会呢大叔会放在上面的连结栏哦。鱼探机的探头设计分为两种，大部分的鱼探机都是采用固定型的探头，这种探头通常都是含有 3D 及声呐功能。不过麻烦的是，就是要思考如何将探头跟船如何做固定结合。所以市面上有贩售鱼探头支架这种商品，把探头固定在支架底端，要用的时候再深入水里即可。只是探头支架在设计上并非是通用型的，所以可能会有安装上的问题，或者是无法安装哦。所以在购买前要先确认好是否适合自己的船型再购买哦。另外一种非固定式的探头就属于比较方便的设计，不需要探头支架做固定，所以在使用上相当简单，只要将探头投入水里，这样就可以咯。这样的设计通常是针对湖泊、水库或是海上作钓，少了探头支架固定的麻烦，让您在使用上相当轻松简单。但是缺点是只能静态下使用，它无法在船只行进中使用，因为水流会冲击探头，进而导致探头无法固定位置，因而导致声呐判读错乱。所以在购买前，鱼探机搭配探头的设计，这点也是需要先考虑好哦。那接下来大叔就用大叔的舟来作为例子，来给大家参考咯。以大叔购入的这台 Garmin FF350 Plus 鱼探机为例，
当你购入鱼探机的时候，鱼探机盒装内会有主机台、电源线一条、鱼探头及鱼探头接线一条，还有支援鱼探架的塑料旋钮2颗。所以如果有买鱼探机的朋友，大叔会建议一定要购买鱼探机架，来将你的鱼探机固定在独木舟的上面哦。再来说说独木舟吧。目前市面上的钓鱼用脚踏舟，很多都已经有支援鱼探机功能了，所以在舟的底部会有一个探头放置槽，可以将探头固定在探头放置槽里面，这样就能解决固定探头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就不需要鱼探支架了。不过如果你的独木舟是属于没有探头放置槽的，那就只能用探头支架来做探头固定咯。如果你的鱼探头是固定式的，探头放置槽里面也有提供2个螺丝锁孔，可以用来固定你的固定式鱼探头哦。另外，大叔将探头放置在探头放置槽里面，由于是在放置槽的内部，所以即使当大叔划舟移动时，是完全不受水流因素的影响哦。接下来只需要将探头的线路拉好，再将盖子锁回去，这样子就完成了探头的安装咯。在固定好鱼探头后，就可以准备安装主机了。主机需要加装鱼探机固定架，大叔的固定架是属于快拆式的设计，要装要拆相当方便快速，推荐给大家哦。现在只需要将探头线固定在主机上，这样子就可以咯。接下来就是电源的问题了。大叔选用的是 12.6V 的锂电池，电容量是 18Ah， 这样的电量已经足够大叔我钓一整天了。由于为了可以在使用时可以防水，所以大叔将舱盖上面的旋把拆除，电源线可以用这个舱盖洞来对接，这样一来可以有防水效果，又解决拉线的问题。将电池放置在前面的置物舱盖里面，将鱼探机的电源线接在锂电池上，再盖上舱盖，这样就好咯。由于大叔没有远距离做钓的需求，所以航海图及定位就不在大叔的考虑范围内了。因为有这2种功能的鱼探机价格不便宜，大叔单纯只是想借由声呐来了解舟的下面是否有鱼的讯号，所以一般有声呐功能的机型都是属于适合我的机型。那大叔我为什么要买这台 Garmin FF350 Plus 呢？因为这台有提供繁体中文的选项，另外这台它是 Garmin 鱼探机系列少数有支援鱼符号功能的机型，加上它有提供不同功能的探头选择，所以大叔我最后的决定是购买非固定式的探头。当然啦，大叔也是可以购买固定式探头，但是大叔的考量是非固定式探头的好处就是改天有使用筏钓或是船钓，都是可以直接将探头丢入水里就可以立即使用了，所以大叔最后才选择非固定式探头。在这些条件的考量之下，加上预算的问题，这台就成为了大叔我的首选咯，供大家参考咯。希望大叔今天的影片对于那些想购买鱼探机的朋友有帮助咯。OK， 那大叔的影片今天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大叔的影片，记得追踪大叔的频道哦。OK，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